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大家，欢迎黄磊老师、陈明老师。《非诚勿扰》由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中国好粥选银鹭，《非诚勿扰》有好料好味道的银鹭好粥道指定播出。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都将获得由港荣蒸蛋糕提供的浪漫海岛之旅。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或者想到现场来参与节目录制的观众，都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gstv.com 报名参加节目。还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幸福生活，志享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爱荔枝客户端《非诚勿扰》专区现已火热上线，一站式集成了节目精彩内容、线上报名通道和丰富互动玩法，还有数智人小林在线分享爱情攻略。《非诚勿扰》腾讯视频全网独播，每周6晚21点，会员抢先看。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欢迎小林同学。大家好，我是可爱的小林，我可想死你们啦！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个让人高兴的事儿，一个喜事儿。喜事儿就叫李婷的老公把李婷娶到了。就是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事儿，我们先来看视频，好吧？李婷的婚车全网刷屏，没有豪车当头车，也没有车队跟随。这辆黑色的婚车孤独地行驶在高速上，只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你怎么知道我把李婷娶到了？一位大哥看到后开窗问：就你一辆婚车吗？那我陪你一起。于是打开双闪，跟在了婚车后边。随后越来越多素不相识的司机纷纷开双闪加入队伍。这原本是一场孤独的远嫁，但却被一群陌生人狠狠温暖到了。他们都是过年回家的赶路人，却都愿意为这对孤独的新人慢下来闪起灯。恭喜前面这位陌生的兄弟娶到了心爱的女孩，很荣幸作为你的第2台婚车。下面我将关闭我的导航，为你一路护航。这份中国人独有的浪漫让无数人看得泪流满面。新郎看到跟车的队伍越来越长，也进入服务区停车给大家发喜糖。重新出发后，有人陪跑了一段下了高速，有人改变行程一直跟随。这支无数人接力组成的婚车队，或许将成为过年前最温馨的画面。那大哥都看哭了，我跟你说，这个我再看一会儿也要哭了。这个满满的祝福确实温暖到了很多人，感动。我觉得这里面最妙的是，我在想这句话，就是你怎么知道我把李婷娶到了？就这个新郎的这种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对他来说，好像是一个人生梦想的实现。所以你怎么知道我实现了梦想呢？你怎么知道我那么幸福呢？那我们就好想尾随，我们就很想去分享。尾随这个词听上去是不是有点猥琐？我们也想加入祝福就好了嘛。我们很想伴随。跟随啊，一路护航。所以我们在想，其实现在互联网上经常说大家年轻一代对于婚姻、对于爱情要有种种全新的这种思考或者探索。但后来我看到这样的时候，那个泪水是止不住的，就是人的本能。这个李婷能不能艾特我们一下？就是在哪里？哎，对，如果你们愿意，把你们结婚的弄个小视频给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在节目里边再播放一下，再度祝福一下那辆孤独婚车带来的巨大的幸福。说到婚车，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一些照片。我这个伴郎有点辛苦，这个伴郎是撑伞的哥们儿，脚快断了已经。
这个花童很幸福。这个车要是从上海开到河南的话，哎，但你们觉得这很好玩吗？这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台上的女生，如果你们结婚的时候，老公提出要这么玩，愿意同意的举手。我们都先去看石琪和谭鑫，是吗？邵芷怡不同意的原因是，我还是想漂亮一点，优雅一点。像石琪啊、谭鑫，像这种显眼包，他就爱这么干；像邵芷怡，他就觉得我可不能这么干。我想到我在网上刷到的一个视频，也是新人的婚车，然后离开小区，一个单车道的路很窄，前面有一对年纪很大的老人携手牵着手走在前面，对。然后整个婚车的队伍在后面走得很慢很慢，但是没有人按喇叭，没有人催，就静静地跟在那一对老人的后面。然后大家对这个婚车肃然起敬的同时，底下有一句评论说：“携手白头为新人引路。”这是这一段出嫁最好的寓意和祝福。其实我们坐在婚车里，并不是要追求以什么样的高速到达目的地，而是我们希望的是获得像他们那样的幸福。是的。陈明说的那个事儿，让我想起我曾经前不久在节目里边说到，就是普通人一点点善意能够感动很多人的一个小例子。在早高峰的时候，一个公交车的司机在快要到站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马路上面、人行道上面有个小女生，一看就是高中生，挎个包，拎着早饭，拼命跑。那个司机快到站了，这个司机看到他，对他喊：“不用跑，慢慢走。”他就放慢速度，就跟那个女孩保持着车速，一直开到公交站。太好了。哎呀，这感动，一下感动了好多，我看1万多人点赞。你们有没有发现，当这个世界在高速变化发展的时候，我们突然有一天因为某一件事情，我们慢下来的时候，很多感情就浮上了心头。好，开始今天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1位老师好，2位老师好，各位女嘉宾好，我叫左世祥，来自吉林长春，然后今年29岁。哎，选你的心动女生。一下来我还以为李云瑞来了，是有点像啊，有点像。小林，1号男生推荐谁？左世强的首轮制推女生是20号女生谭鑫，22岁，现居威海，舞蹈教师，是个随和、自信、开朗、可爱的女生，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也许可以成为浪漫甜蜜、互相成就的一对。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结婚的时候，你愿意坐到挖掘机的那个斗里边？那还蛮酷的。果然。可以。港中正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您的诉求是？我希望今年能跟喜欢的人一起去看东北超。2026年东北超马上就要开始了啊，一共有4个省份参加，黑吉辽蒙嘛。我本身是比较喜欢运动的人。然后希望和喜欢的人一起去看足球，然后一起去凑凑热闹。东北超听过吧？苏超火了之后，全国有蒙超、有湘超、有豫超，各种超。现在那边呢叫东北超。哦，谭鑫，你愿意去看东北超吗？我没看过，但是我很想去看一下，因为我就喜欢接受没见过的东西，可以一起。我向你保证，你要带着他去看东北超，你们买第1排的座位，他一定会上当天的新闻或者短视频，因为他是个显眼包。那我也是，那我也是。过去的1年，有女生在现场看过足球比赛吗？哎，8号。
大家好，我是8号席子墨，来自黑龙江大庆，现在定居杭州，是一名外贸业务员。我看的是中超、上港和申花的。你是跟朋友去看的吗？还是跟前男友？我是跟前男友。看完就分了。他可能觉得我看足球比赛的时候话很多，因为我会问他很多问题。你会介意就是你看足球比赛的时候，然后你的女朋友在你旁边问你很多的问题吗？我不会，因为我本来也挺爱唠的。那他真的跟谭鑫很配。谭鑫的话一定比他多。哎，今年好像苏超马上就要启动了，而且好多那个赞助的，这个也很热闹。哎，对，去年还有一家应该是一个烧烤店。当时在苏超是赞助商，但今年苏超好像是摇号要抽签没摇上。结果就在没摇上的当天，沈阳市副市长跟这家那个烧烤店取得联系，说你到我们这儿来，然后给了这个中街的大屏，给他做广告、做宣传。这么大广告，一下就从江苏引入到东北了，而且好像沈阳还挂了，应该是有镇江和连云港的城市宣传片。东北超胸怀和格局确实不一样。而且现在好像东北超市打一个比赛再加上文旅的概念，就是说除了你来东北看足球比赛之外，还有辽宁的滨海啊、吉林的白山、黑龙江的临海、内蒙的草原，就是大家可以一边去看比赛，一边到处玩一玩。是的，有温泉呐、冰雪啊，有各种各样的民俗的活动。是的，看球好不容易去一趟，不能看完就走嘛，多待几天，多玩一玩。而且长春这个城市啊，他没说，我都得替他说一下。在东三省的城市里边，长春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净月潭非常漂亮，那儿雪景也很好看。对，而且东北菜在他们那儿酱骨头、烧烤都特别好。对，杀猪菜。对。好，欢迎大家上长春啊！来看片子。做事强，颜值来一点，财富来一点，宠爱嘛加加加，加到厌倦，哎呀，加多了。人生第一份工作因为矛盾辞职，本以为会是自己的低谷，结果生活眷顾了我。最近工作运势不太行嘛，加一点。我结识了一群贵人，一群好大哥们带着我打匹克球、打网球，介绍我来到长春 Top One 的网球俱乐部工作。就这么不经意间，我顺利地完成了一次跨行入职，走出了第5期。我是个大艺人，每天都嘻嘻哈哈的，所以入职之后很快和大家打成一片，还经常带着大家一起拍摄短视频。既可以增进感情，又可以宣传俱乐部，大家也给我了一个爱称，叫吉祥物。说到吉祥物，我是家里的老幺，那也是团宠一般的存在。我们一家人感情特别好，2个姐姐结婚后和姐夫也能玩到一起。今天和大姐夫喝酒唠嗑，明天和二姐夫打打游戏。过年的时候会组织大家去抱柴火，然后吃饭的时候会给每人夹一个猪蹄啃，然后在一块儿很开心，会跟大家说一下自己的心里话。除了当好团宠，我也是家人之间的和事佬，家里人有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只要我在家的时候，我的父母就不会吵架。我姐上学的时候经常挨揍，但是我也会帮我姐一起，所以说我俩会一块儿挨揍。工作独居之后，我养了一只小狗，我叫它小帅。虽然明明它是宠物，但我却感觉它宠我更多一些。不管多晚回家，小帅都会在家里边等着我。我生病的时候也会在旁边陪着我，然后带他出去玩的时候也会帮我拿水杯。跟他在一块儿，我没有任何烦恼。小帅和我一样都是社牛，也是因为他的小狗社交，帮我认识了很多养宠新朋友，还能一起参加很多宠物活动，给了我别样的乐趣。小帅对我来说就是很重要的精神寄托，时常担心工作原因不能照顾好他。幸好现在网络上有各种好用的宠物服务，可以帮我把这部分担忧填补上。感觉万事俱备，
就差对象了，幸好我早有准备。希望这次来《非诚勿扰》可以帮小帅找到未来的妈妈，也可以找到让我宠爱的他。稍微讲一下你的工作好吗？我学的是行政管理嘛。行政管理。对，在北京。然后我实习的时候是在一家奥迪4S店当销售，然后那段时间确实就是跟人打交道确实是太累了，然后就在北京辞职不干回老家了。回老家的时候在一家室内高尔夫工作，然后也是因为一些小矛盾，然后就不在高尔夫干活了。那段时间就没工作嘛，然后就是打网球、打匹克球，就认识了一帮哥哥姐姐们。然后有一个转折点吧，就是推荐我去长春一家那个网球俱乐部去工作了。你好像家庭关系很好哎。对，我家的氛围比较好，因为平常我爸我妈就是比较恩爱吧，属于是。我姐姐他们都比较宠我，然后我2个姐姐结婚之后，我跟我姐夫也是，关系处得特别好。然后我跟我大姐夫就是总爱在一块儿喝酒就是一喝酒能喝到1宿那么喝。二姐夫就是我俩就是在一块儿打游戏很开心就是他俩带着我一块儿玩这俩姐夫也是闲的啊。跟小舅子一喝1宿，打游戏打1宿。8号。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因为我跟你其实都是北方人，然后我也很能理解你那种家里的相处模式比较融洽，因为我们家也比较融洽。我想问你是有什么事情都会问家人吗？我不会，因为如果说在我家来说的话，其实他们以我为主，父母会给我意见，但我会有我自己的想法，不会特别听他们的话吧。哎，但是我发现在东北的家庭里边，这种父母关系夫妻关系，好像特别幸福的概率比较大。你们有没有发现？对呀。而且过年的时候，东北年味儿也最足。刚才说那个狗这条狗不是你们家的？对，这条狗是我借的，因为我家是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小狗，苏格兰梗。我平时就比较爱说话，碰着熟人我就能扯很长时间。我家的狗也是，我家的狗就是特别喜欢跟小狗交朋友，但它不喜欢人。你和那个狗谁随谁啊？对，它随我。主人话多，那狗话也多。你有没有因为遛狗认识一些女孩，小区里的？我主要是认识狗不认识人，我可能会记住那个狗长啥样，但我是记不住它主人长啥样。哎，你这个名字跟狗也很像，你叫左世强，听上去像哈士奇的一个结构是吧？这对吗？这养狗的女生举手看看。4号。大家好，我是4号女生李慧媛，来自于上海，目前供职于一家国际大型银行，从事交易盈利分析师的工作。那我日常里也有养一只大狗。那我养的狗狗它其实是有个女朋友的，他们俩的肤色就是毛色都很像，然后有时候会因为他们2个是男女朋友，我们2家之间也会有很多的互动，所以我觉得还挺有趣的。那家狗的主人是什么人？是一个年纪挺大的阿姨，但她是一个很新潮的人，经常会有各种见闻也会分享给我，所以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哎，你想象一下，那个狗的主人是个阿姨，如果是一个30岁左右的单身男士呢？那其实是我理想和期望的，说不定下一次我的狗狗有了新的女朋友，它也会带来一个帅气或者优秀的男士呢。谢谢。好，看下一条。爱情是2个自由灵魂的相遇，没有枷锁，没有束缚。如果真是这样，该有多好！我和他的故事始于羽毛球场的一次偶遇，我们总能在缺人的场次里刚好补位。慢慢的，我们从球场的默契搭档变成了每天微信里面分享琐碎日常的人。有天吃饭时，他突然放下筷子。哎，你的对象，我没对象，要不咱俩试试？行啊。谈恋爱3个月之后，我发现他有一种强烈的掌控欲，要求我必须在第一时间回复他的消息。
如果回复慢了，他就会生气，我去哪他都想跟着，和朋友聚会必须全程开着视频语音。直到有次我出去跟朋友聚会，无意间在楼下看到了他的车，我才发现他还经常跟踪我。我实在不理解这种掌控欲，我也跟他好好沟通过，但是他说这是一种爱的体现，我也实在是理解不了。我的底线就是不背叛对方，也不会有太多的掌控欲。后来有次我跟同事吃饭，忘记报备了，回去之后他跟我大吵一架，这段感情也就在争吵中结束了。后来我在聚会上认识了个女生，我们聊得很开心，当天就加了微信。一次约会的暧昧氛围就让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她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而我因为工作的原因没办法陪她浪迹天涯，唯一能满足她的心愿就是一起喝酒。虽然不理解，但还是逼着自己去陪她做她想做的事。我们每2天都要喝1次酒，每次喝酒都要喝到凌晨2、3点钟。我第2天还要8点打卡上班，我实在是熬不住了。他开始独自赴约，我成为深夜客厅里的背景板。从那以后，吵架就变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比熬夜更累的是，我们在沟通上也不在一个频道。后来在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大，我觉得已经难以磨合，最终提出了分手。这2段感情像2面镜子，让我看清了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样的爱情。我希望能遇到一个温柔、爱干净的女生，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生活的观察者。15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看到您的短片，说你有过2段感情，你现在在感情里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恋爱观？第一点就是要同频，要有共同的发展规划吧。第2点就是在家里一定要和睦一点，就是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吵架，这种多沟通。邵志怡，男嘉宾你好，就是你第1段感情的那个女朋友，她之前有过类似的经历吗？这个我感觉就是他之前第1段感情的时候，应该是有过这种就是出轨的这种感情经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盯着我觉得。但是我没问，我从来不问他的之前的一些感情经历。但我感觉她不太像你女朋友，她更像你的女粉丝。让你无痛变偶像。是的。最开始不是这样的，刚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开心啊，也很快乐，就是在一块儿也有快乐的时光。但是后来一点一点的就是变了。多长时间到跟踪你？半年吧。我知道啊。他说这是一种爱，他是吧？对吧？那你怎么回答的呢？当时跟他沟通来着，沟通完之后就是我俩无效沟通，就是经常会因为这个事儿，我俩说着就吵起来了。我问一下12号，如果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发现半年之后你男朋友跟踪你去吃饭，然后你质问他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对你的爱，你会怎么回答？我觉得我都不会回答，我是真的会感到非常害怕，完全入侵了我的个人隐私。他大可以大大方方跟我说，甚至说共享位置都可以，就没有必要偷偷的跟出来，就说明他也不信任我，也说明他的思想可能稍微的有点激进。感觉已经游走在法律边缘了。24号。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在确认一段感情前，你会先去了解这个人的个人习惯和性格吗？比如说你第2段恋情他是喜欢去聚会，然后第1段恋情他就是对你比较有占有欲。我觉得这在开始这段感情前应该都可以先去预判到，就是你可以去包容他，这个你才会跟他在一起。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种想法，但是后来第2段感情的时候，就是你看见一个很喜欢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脑袋里就很上头，这个人我就必须跟他在一起。所以说这种时候我就可能不会了解那么多，就很快的在一起了。最
最后一个问题，8号。我想问一下，因为你第一段不是说不太喜欢这种掌控欲吗？那你能接受的这个范围是什么？范围就是我会报备，但是不能查手机。刚才是那么集中灭的时候是在说什么来着？上头。哦。就他的快速上头，一下让女嘉宾就下头了。他的答案是因为我当时很爱他的时候，我忽略了。然后慢慢的，我们清醒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这样，大家就会认为他是个冲动的人。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是很多情况下，前3个月的时候，彼此都是要讨好对方的。对。然后呢，到后面女生越来越喜欢你的时候，她就会产生某种恐惧，她就觉得越爱越怕失去。所以她慢慢会表现出来那个掌控欲。所以如果你刚才那样的发言，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不成熟的人。明白。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再见。可能在台上的时候表达的也不够清楚，我应该去认真的去先了解一个人啊，知道他一些性格原因之后，然后再去选择。我叫左世强，今年29岁，我是一个非常开朗阳光的男孩。我喜欢，爱运动、爱干净，然后高冷的女生。如果说喜欢我的话，请与我联系吧。刚才我们在讲的这个是爱还是控制？每个人心里都有心魔。当我们想要去知道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行踪，跟谁吃饭，几个人吃饭，跟前女友断了没有？跟前男友还有联系吗？他洗澡的时候，我知道了密码，我能不能打开一下？他睡着了，我可不可以手指摁一下指纹，我打开看一下？你们觉得这是善念还是恶念呢？所以我在想，如果当我们内心产生了一丝以爱之名还是什么名义，我们想要控制的时候，首先我们能不能问问自己，我们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的欲望？当我们能控制住它的时候，也许你掌控自己，就是掌控命运、掌控情绪的开始。《非诚勿扰》由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有请下一位男嘉宾。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现场24位女嘉宾好，大家好，我叫陈凯辉，来自广东深圳，现居重庆，今年25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小林，2号男生推荐谁？陈凯辉的首轮直吹女生是13号女生雍莎，22岁，现居成都，人事情正，是个冰雪聪颖、追求上进的女生，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也许会成为温馨有爱的一对。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您的愿望是？让我们每一个周期去体验一下对方的爱好吧。这样啊，我来帮你问一下，台上的女生有哪些事儿，是你们很希望有男朋友之后，有男朋友陪着我们一起去体验的？还有，特别不希望有男朋友找我去干这样的事儿，太可怕了，永远不要。有没有这样的事儿？我们来分享一下。21号，我那个前男友他爱好特别广泛，然后就是每过一段时间换一个，就比如说
他有段时间特别喜欢钓鱼，然后那时候夏天外面38度，就非得让我陪他去钓鱼。然后我坐在那里，然后就是喂蚊子，然后就是浑身摇满包，然后还就是流着那个汗，特别热。然后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就喜欢打游戏嘛。然后就每天拉着我陪他打游戏，反正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换一个爱好，所以我就，那不就是他吗？16号，我特别想去尝试跳伞，但是我一个人非常的害怕。如果说我找到我另外一半，下一次的话，我一定会带他，第一件事就去跳伞。哦，从飞机上跳？对。那个一般是跟那个教练一块跳。对，但是我希望就是我们两个一起能在空中体验，就是一个先落地，一个后落地。15号，我是希望我未来的男朋友可以一起陪我去听音乐会，或者是演唱会，或者是音乐节，在这种氛围的烘托下，我觉得两个人会玩得很嗨。赞同，大大点赞。我听了一圈下来，我觉得是这样。这个话题我们也经常讨论。我觉得夫妻也好，男女朋友也好，一定要有一些爱好是共同的。咱们俩一块儿，那要不然你谈个什么恋爱呢？对呀。但是也真的不能样样事情都一块儿干。就像刚才那个朱静说的那个，连钓鱼做6个小时，你晒得黢溜黑就算了，一个女孩也晒得跟炭一样的在那儿喂，这个确实也有点不合适。你觉得呢？我们只是体验一下彼此的爱好，然后通过这个爱好呢，我们去寻找对方就是他在他擅长这项领域的一个闪光点，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跟你一起拥有同一个爱好，就你什么爱好我都要跟你一样。好，看片子。注意看，这个男人在球场边捡起了一颗球，仅仅是随意一投，就把球扔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你把老子球传哪儿去了？把球赔给老子！站立，莫跑，站立，站到！我叫陈凯辉，10岁那年，一颗滚到脚边的棒球让我意外解锁天赋，30多米的随手一投，被教练一眼相中。这种天赋让我在棒球路上快速成长。有人说棒球是天才的运动。我却觉得它最包容，无论高矮胖瘦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最重要的是，它能教会你如何从容地面对失败，这也成为了我人生的态度。在棒球领域，那些进入名人堂的选手，他的生涯打击率总共也只有0.3左右，而这意味着你的10次的尝试可能会有7次是失败的。不出意外的话，该要出意外了。男人因为伤病的困扰影响了职业发展。但是他却立刻找到了新的目标。后来因为伤病，我不得不放弃职业选手这项选择，而我的成就感也从投好每一颗球，变成了教会孩子们投好每一颗球。这是我的曲线圆梦，未来他们会代表着中国站到更高更大的舞台。对于棒球，我一直很有我自己的梦想。我非常希望中国棒球能够走向国际。虽然我自己没有能够实现，但是我在带的这帮孩子们，他们是非常有希望的。我的工作和爱好，每天都需要和大量的人沟通，而我这个超长待机的生物，也需要专属充电的恢复角落。对我来说，恢复能量是在家中一角，用贝斯弹奏一首完整的曲子，琴弦震动时，世界就安静了。众所周知，如果说一个乐队里谁最没有存在感，那么一定是贝斯手。一直以来，我习惯做集体的支撑者，现在也想找一个能够彼此支撑的人，一起守护彼此的小世界。棒球这个项目在咱们国家普及率不高，玩的人更少，你怎么就喜欢上这么个小众项目了呢？一开始我是小学的时候接触了，然后后来直到深入之后，我觉得它对于别的运动，比如说类似于篮球，它可能就是你1.5米的个子，你可能学了4、5年，但是突然来一个2米的人，他没学过篮球，但他就一定会比你有优势。哦。但是棒球不一样，棒球你高矮胖瘦。1.5米的有优势吗？打棒球？
说的太夸张了哈，有职业选手他是只有1.62米，哦，也有的职业选手他有2.01米，对身高没有要求，对身高没有要求，对体重也没有要求。他棒球场上有9个位置，每一个位置都能够发挥出他的特色。哦，这个像我们不要说玩儿，根本就看不懂。对呀。棒球而言，它的规则有400多页。如果我要认真说的话，就是可能2天2夜都讲不完。那就不用说了。我你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吗？比如我们把棒球想象成是一个手雷，然后2队的人有一队要把这个手雷丢向你，然后呢，但是你是进攻方，你只有一根棍子，你要把这个手雷给打出去。对，如果你没有打到这个手雷，那就炸死了。对，就被炸了，就出局。然后它有4个碉堡，你要打出手雷之后，你不能被别人捡到。如果被捡到的话，就打得越远越好。对，打得越远越好。然后你要跑进4个碉堡，跑完这一圈就得1分。哦，就是什么垒啊、本垒啊什么。对，你说打乒乓球，我约陈明就好了。就打篮球吧，3、4个小伙伴也可以了。你们要玩要约多少人啊？18个。要约18个人，把400多页的书先看完。拥杀。男嘉宾你好，就是刚刚 VCR 你谈到说乐队里面最没有存在感的是贝斯手，我要反驳一下，我觉得是架子鼓手，因为我最近在学那个架子鼓嘛，鼓手真的是在乐队里面最没有存在感的那一个。哦，但是架子鼓它那个声音大呀。对呀，而且有些时候开篇的时候就是一个鼓点呢。对，它不可或缺。对，他们说乐队去演出，贝斯手拿了一罐外卖回来，也没有人发现。我曾经想过，像我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加入中央音乐交响乐团？哎，交响乐团里边有一个打那个三角铁的。一首比如蓝色多瑙河，比如说我不知道随便乱说，比如说12分钟。它中间你就敲2下，就是你反正你带着脑子啊，你反正到了哎，你说刚才说了一个恢复角落，你的恢复角落是指怎么做？这个恢复角落就类似于充电，疲惫了之后给自己充电。我呢就喜欢在家里面练一首曲子，安静的弹一会儿。来，我们来说一下他。比如说心情不好，或者身体比较累，或者是他用这种方式来给自己疗愈。你们有没有给自己疗愈、恢复的方式？18号，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云南的刘芷婕。我平常放松的话，我应该会去下午场的唱歌，约上一个小伙伴，我觉得这样可以放松自己。下午场是因为便宜吗？还是人少？因为感觉下午场比较安全。你在晚上场碰到过什么不幸的事儿吗？因为我可能比较内向，我喜欢人少的时候出去玩，也就叫一个朋友，不喜欢太多人这样。邵之怡。我的一个治愈自己的方法就是，我会把我的悲伤和情绪放大。比如说，我今天很难过，但是我的难过值可能只有60%或70%，那我就会找一些会让我更难过的歌曲，或让我看一些更难过的事情，然后我就会彻底释放，把我的悲伤放到90%或者100%，然后狠狠地哭一下，或者是难过一下，第2天就会好。那你要是真的90%的悲伤，再怎么办呢120%爆表。那就可以直接哭了。蔡依萍。然后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觉得把家里打扫干净，然后整理干净，然后就会获得很大的成就感，来弥补我的伤心。然后这时候就洗个澡，喝2瓶小啤酒，睡一觉，我觉得我就直接刷新成功。你发现没有？整理书橱、整理衣橱，把你们家有一块特别乱糟糟，你已经看得烦了很久的那块地方，哎呀，你总是找不到东西乱的时候，你好好把一个烂抽屉，把它扔掉好多，然后把它归置的整整齐齐，发现了好多你已经忘掉的东西，哎，还有这个玩意儿，它还能用，哎，你会觉得一下子，就是那一个抽屉就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快乐、成就感。好，看下一条。
我们接着注意看，这个女人正在专心打棒球，浑然不知已经被不远处的一个男人盯上。只见男人缓缓靠近，朋友，教练要不来。我只有一段印象最深的感情经历，我们相识于棒球馆，因为经常一起打棒球，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我们2个人的爱好非常相似都喜欢打棒球，都喜欢看漫画，也都非常喜欢听歌，就连听歌风格都是差不多的。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同频的人，所以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我们打棒球的，喜欢就要直球出击，于是我主动向他告白，结果他却以年龄差距过大的理由拒绝了我。因为我们当时有着5岁的年龄差，他比我大一些，可能他觉得年龄上不太合适，就说做朋友好一点。虽然表白被拒绝了，但是男人并没有放弃。很快，事情迎来新的转机。后来他来到我的家乡旅行，我便化身导游，每天为他做好详细的观光计划，还会在他半夜感到饿的时候，立马赶到他楼下陪他去吃宵夜。终于，他被我的真心打动，在我第2次告白的时候，他答应了我。我当时带他去海边散步，然后我自己呢又悄悄准备了烟花。在烟花绽放的时候，我就开始了跟他的第2次告白。借着这个浪漫的氛围，他又给了我1次机会，这一次总算没有拒绝我。在一起后，他会经常送我一些价值相对比较高的礼物，而我才刚实习，实在囊中羞涩。既然无法价格匹配，那就多回馈一些花心思、有心意的礼物。我们彼此也并不在意一定要精准等价的回礼。日常约会吃饭，照顾到我的经济能力，他也会愿意消费降级，陪我去吃一些比较便宜的餐馆。本来以为2个人就会一直这样幸福的生活下去，却没想到有一天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可惜这段看似不断磨合的感情，却一点都经受不住考验。后来他觉得自己工作晋升有压力，考虑出国留学进修。我就提出可以陪他一起去留学，但是他拒绝了我的提议。他当时就没有把我放在他的计划里面，他可能觉得我年龄还小，未来还有很多种选择，但是在当下我给不了他一个想要的结果。尽管我多次劝说和解释，但是他根本不听，直接把我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这段感情就这么结束了。直到这一刻，男人才意识到需要一个机会，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另一半。终于，他来到了《非诚勿扰》。未来，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有气质、有韧性的女生，我们能够共同规划属于我们的未来。1号。男嘉宾你好，看到你的感情经历，您曾经跟一个比您大5岁的一个女孩子在一起。那么我想问男嘉宾，我也看到您这段感情经历是因为年龄的差距导致后面你们对于人生的规划不同而分开。那么下一次如果还是遇到一位比你大很多的女性，那么同时你对她心动，你还会考虑跟她在一起吗？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如果我们2个人的3观啊，包括我们2个人的思想层面就很对等，那么我觉得开始这段感情是没有问题的。你一说这个年龄差距，我就想起就是一对情侣的这个微信对话，男的对女朋友说：“亲爱的，我们后天去爬山好吗？”你说：“宝，别爬了吧，爬山很好啊，锻炼身体啊，这多好。”对呀。他说：“真的不要了，我们今年已经爬了23次了，爬山爬了23次。”蹦极蹦了5次，我毕竟66了。16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陪伴你的那一位前女友，一定要跟着她一块儿出国呢？对呀。其实你们彼此在各自的一个地方，然后发光发热也挺好的呀。就是只要心里面有着彼此，就是异国恋也有考虑过吗？
这个话说的，人家在谈恋爱，他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各自在各自的地方发光发热？你听上去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祖国做贡献，而不是说我们俩要谈恋爱。没有，因为其实当时是处于我人生当中一个选择的阶段，快要毕业了，然后我就要考虑到底是要去进修，或者说是直接工作。然后当然他也是，他想去进修研学嘛。然后我就想，哎，这个阶段其实我们还蛮相似的，那么我就可以说，我也选择出国发展，我也去求学去研学，然后跟你一起出去。人家说不要不要是吧？你看，你注意到的这个点我也注意到了，但是我们说略有不同在于，我不知道当时的语言的情境、对话的细节是什么，但是从片子里边看到的，人家对他说，我因为要发展，我要出国进修。他说好呀好呀，我也去。人家说哎呀不要不要不要。如果这个女孩是想跟你一块儿去，人家会这么说：亲爱的，我有一个机会，我想要出国，我们能不能一块儿去？他就会提出来，你就在他的计划里边，我来跟你商量，我们俩谈恋爱谈得很好，感情很好，我们俩能不能一块儿到国外发展，或者到国外进修？人家连都没有提这个事，只是告诉你我要出国进修，这种表述。几乎就决定了你不在计划里，对我不在他未来的规划里面。草率了，7号。男嘉宾你好，就是经历过这段感情以后，之后你碰到很喜欢的人，还是会毫不犹豫的直球出击吗？还是说，你变得就是会比较谨慎一点？要说直球出击，其实也是会做的，但是需要相处一段时间，考虑我们的三观是不是合得来，我们思想啊能不能合得来。如果能合得来的话，那我就开始要投直球了。1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想知道你在告白的第1段和第2段中间，你们还在联系吗？是的，因为第1段他是因为我不够成熟，然后拒绝了我。但是他也在跟我保持联系，所以说，我觉得他是在给我一个机会，然后直到说他要来我的家乡城市旅游，那么我觉得机会来了，我就得把握住，所以我就给他准备了很多，包括规划路线呀，还有给他准备惊喜，对，就是为了不让他觉得我是那么的幼稚。最后一个问题，张萌。大家好，我是17号女生张萌，来自江西。男嘉宾你好，刚刚在 VCR 中了解到你之前谈过的是比你大5岁的姐姐嘛，然后包括你说希望来《非诚勿扰》找到一个有气质、有韧性的女生，然后我想问，是不是你喜欢强势姐姐型的多一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倒不是喜欢强势，只是我是觉得2个人应该合得来是最重要的嘛。这个是强势，前面那个叫监视。有没有女生愿意分享一下灭灯的原因？14号。就是男嘉宾，我说一下我灭灯的原因吧。就是我个人还是希望我未来的一个对象。能和我的发展同频，不会为了我去放弃他自己更好的发展。就是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人会站在你的前途里。然后，所以就是我可能对你这个做法，就是不太认可。其实那是他人生很特殊的一段，因为不仅仅有5岁的年龄差，其实片中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是你当时还是学生身份，对吧？对。所以在你的那段感情当中，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并不平等的起点，无论是在经济上、在信心上、在规划，还有能力、阅历、见识所有的方面，其实是有一个年龄叠加身份的。但是在过程当中那一段确实会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就是那种不平等，稍微有一点偏低位仰视的那种状态，会让大家开始质疑这是不是你不够坚韧坚定，不够有深的根扎在你自己明确的方向中。就是关于女生要出去发展哈，我代入了一下姐姐。我要去一个异国他乡，我也不知道我学不学得到对我未来事业有帮助的专业，然后未来的我的生活要去怎么建构，我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个时候，如果弟弟他说他要放弃国内的工作，然后陪伴我，我会觉得这也是一份责任，就是我肯定也会说对不起啊，就是
对你还是先以你的事业为准。姐姐承担不起，承担不起。所以在对方在面临抉择的时候，你是如何去理解对方、体谅对方，而不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只展现自己的需要。好，再见。这次来参加这个节目，其实让我更好的去审视了一下以前的自己，以后我可能就是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坚韧吧。我叫陈凯辉，今年25岁，现居重庆。如果你也喜欢阳光开朗的男生，欢迎跟我联系。《非诚勿扰》由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港荣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提醒您马上回来。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提醒您精彩继续。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曾琛科，来自河南狗邑，今年26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小林3号男生推荐谁？金琛科的首轮智推女生是12号女生邵智怡，25岁，现居济南，国企职员，是一个独立上进、看重感觉的女生，请你们彼此多多关注，也许会成为亲密浪漫的一对。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爱之请回答。您的愿望是？我的愿望是我们一起去上青年夜校吧。我问一下，台上女生知道夜校这个词儿吗？知道。知道啊，这个词儿我以为就是我这岁数人才知道，他们知道是因为他们的爸妈当年可能上过这个。2号。我是有上过青年夜校的经历的，就是我有很多兴趣爱好嘛，其实一开始都是完全不会的，然后夜校会粗浅的学习一下这个技能，然后你再决定去不去深耕，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尤其它是在下班之后嘛，所以也可以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充实一下。对。就把老年大学想成青年大学，就这个意思。青年的夜校，因为青年白天还要上班。对呀。这个还可以啊。它可以释放压力，就上完班之后，有时候很累嘛，做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事情，可以感到快乐，然后释放压力。谈心。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希望夜校里面都有些什么课程呢？我比较感兴趣的课有舞蹈课，还有插花课。好了好了，舞蹈课，来，你想干什么？舞蹈老师来了。前段时间压力也很大，然后我就给自己晚上的时候报了个课，去打拳，打泰拳。哦。对，它真的很释放压力，就不管说是你挨打，还是你去打别人，你都很痛快，都很释放压力。你要是想学舞蹈，我也可以教你。舞蹈我也很感兴趣，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教我一下。哎，可以。来，现在来。走在一起很搭哎。对。来，我教你啊，挺简单的，你往前走2步吧。好，准备啊，它是有一个 V 舞，先是1、2、3、4、5、6、7、8。6、7、8，然后从那边顶胯2下，就是1、2，然后反面。顶胯跟拍腹是一个动作呀。很好，往后顶，不是往前顶，是1、2，
好。行，然后再往这边2下，3、4，对，然后举肩膀，5、6，反面7、8 ，OK， 哎，很不错，然后继续往下啊，是1、2，对，3、4、5、6、7、8，给他们一个 ending pose。那展示一下。那你来展示一下。好。这男生可以啊，男生有慧根。好，来看片子。我们可不是那种什么都要的女人。快去找又帅又可爱又老实又成熟又有责任心的，不然玉帝来了也救不了你。既然如此，那只好去河南巩义寻找玉帝。2023年考研没上岸，被我爸召唤进厂。刚回来的时候特别憧憬未来生活，觉得每天打扮，拍短视频，以为这样就能带来业务。近日，长二代纷纷开通自媒体账号，猛猛唱跳。收获流量真的能改善销量吗？那么他们真实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是1周7天，随时待命。流水线上4个工种，样样精通。你说有我在，你会心安。结果你给我的备注是卖旅版的条件一般。那天你说你要找我下单，我在炸鸡旁加班，等你等到1点13。结果你来一句散了吧，你家铝箔精度肯定一般。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衫，我很不甘，还不敢把你删。我爸是厂长，我妈是财务，我以为他们会轮流给我加钱，实际上呢，爸，这个月我的工资呢？哎呀，以后都是你的，我现在在给你打工。你看，又画饼。总结我前26年的人生就是：爸妈辛苦卖铝拉扯我长大，然后和他们一起卖铝。出门卖铝就少不了请客户吃饭，这种商务局点菜有技巧，菜的数量是人数加2，荤素比例是6:4，冷菜占比1/3。主菜价格是人均预算的1.5到2倍，决定整桌档次。还可以点一道有故事、有特色的话题菜，提供气氛，活跃谈资。我平时就很随性、很简单，不爱吃漂亮饭，喜欢吃带锅气的饭菜。相比于线上买菜买衣服，我更喜欢去店里菜市场，享受拉扯砍价的乐趣。东西坏了能自己修就自己修，就像我喜欢骑行，这辆车已经到了该退休的年纪了，但还是敲敲打打继续上路。我叫金琛科，我是卖铝的老实男孩。作为一个文旅节目的主持人呢，他刚才说的是巩义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就是郑州下边的。从郑州往西开车大概1个小时吧，1个小时。看皇陵，我们喜欢讲西安，汉代的陵。你看我们明朝的陵在南京，唯独宋朝的陵好像没有那么热乎。其实宋朝的陵墓是非常值得看的，都在他的老家，就在这儿。哇，这是我们巩义的7地8陵，都有些朴素啊，感觉。真的，要没人跟你说，你不知道那是皇陵哦。你看我们南京的明孝陵的那个神道多么气势恢宏，他们那儿的皇陵的那个石像生就在农田里边。突然对宋朝皇帝的感觉很好。宋朝是中国2000年历史上我们文化艺术审美的顶峰，而且还有，大家知道夜市，你们爱吃的夜市从什么时候兴盛起来的？就是从北宋年间。
我们一直到今天还延续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打他那儿来的。你们家是卖铝的是吧？对。跟客户吃饭这些事儿是你爸去的多还是你去的多？我们2个一块儿去。点菜还整理出这么多，说的还挺好的。哎，我第一次知道，主菜的价格是客单价的人均的1.5到2倍。菜量这个我略微提出一点点不同的意见，这个是不是得分南北方？对，他说的是人数加2。哦。你在南方，你说在上海、江苏请人这样完全够，你到东北就不合适。你请6个人吃饭，8个菜的话，得打包6个回去。谈心。男嘉宾，我问你一下，如果说请一堆人这个样子吃席点菜，该点点什么呢？很不会点菜，你有没有推荐？这个饭局是酒局的话，我们肯定要点一些下酒菜。其次就是我们这边一个潜规则就是，要点一条鱼，因为做生意嘛，合作要有头有尾，这个寓意比较好。河南人请客，桌上那条鱼上来的时候，20分钟以后，那个桌上就不剩下什么人了。据说一条鱼上来，喝法能有几十种，3斤白酒就在那一条鱼上。郭兰兰。我想问一下男嘉宾，你经常参加一些就是酒桌上面的应酬，那你是不是这个人就是情商特别高？对，我们必须会面对客户，我们首先要自信，其次就是你得会说话。就我们这儿的说法叫会来事儿。我现在给你出一个题，你夸一下我5个优点。你这个是要逼出人命来的。上来见你没说过一句话，就要夸你5个优点，说1个吧。感觉你人美心善，然后特别会说话，特别会夸人。可以。这拿起嘴瞎夸吧，总是高兴的。心善在哪儿看出来的呀？点菜的过程当中，也许有一个情商小技巧，就是在点菜上菜之前，那个时候可能又有点小饿，但是又不能吃太多。如果准备好精心又精致、健康又没有负担的小点心，给大家随手分发一下。比如说我们面前的港蓉蒸蛋糕，因为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来这么一块儿，又健康又轻松，边吃边聊，无负担，多好！哇，好吃不上火。等鱼上来的时候能多喝2杯。对。你觉得你自己的风格算是有点老式老派的那种？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老实男孩吧。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我爸待在一块儿，一起工作嘛。然后包括见的客户呀，他们也是和我爸年龄相仿的。受他们的影响，我自己身上的那个老人味儿越来越重了，我觉得。你比如2个。就比如说。以前我打电话从来不会开免提，现在打电话也开始开免提了。然后以前爱吃精致漂亮的饭菜，现在吃饭主打一个性价比，主打一个口味，然后也会开始收集塑料袋了。我再告诉你啊，过个10年8年就不是口味的问题了，你会问这个菜有什么功效？小林，现在老式的人类的法则有哪些？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新式小林总结老式人类法则，那可是手到擒来。欢迎大家看屏幕对号入座，中4条以上，你就是老式人类。挤不动网红打卡点。书店、公园、博物馆，完了中了。钟情于书店、博物馆。花完语音，习惯性再听一遍。咦，不会，社交动态格外佛系。朋友圈失踪人口，照片舍不得删，旧衣服舍不得清，万一用得上的包装袋，哎，我觉得这个塑料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条清晰的红线。各式茶包、保温杯，4季不离手。哎，这个喝水的温度啊，我觉得也是一条红线。我这里我中2条，一个是喜欢那个书店啊什么的博物馆，第2个是喜欢那个保温杯。保温杯4季不离手。陈老师中几条？我已经中了1半以上了。塑料袋了是吧？完了，我就半截入土了，我就。
我不是塑料袋，我是那个买衣服的那个拎袋，塑料袋我全扔掉，那个厚的我一排，按大小按颜色。哦，实习。我在这个里面所有的就只有一个关于朋友圈。不符合，因为我朋友圈真的就是非常活人感，但其他每一条我都中了，但是我没有觉得我老，但是我真的塑料袋啊，然后各种奶茶袋，然后咖啡袋和那种衣物的袋子，我全都会收集，尤其是温水，我真的从大学以来我就再也没有喝过冷的，我到夏天的时候我都不会喝冰的，我真的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但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最年轻的人。我有一条很值得骄傲。我的照片删的速度之快，我不仅删照片，删信息，人都删。我删这个就有瘾，就像中了邪一样的，每天都要把拍的照片删一遍，信息删一遍，过几个月这个人应该删一下，是吧？我也觉得真的，我觉得我有病，但是我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好的治疗方案。看下一条。我有2段情感经历，都是在回场之前的学生时期。那时我是个特别直接、不多想的人。回场之后，因为经常跟父亲一起出去谈业务，听他复盘客户在饭局上的潜台词，我开始对恋爱中的潜台词有了复盘的意识。其中有的是确诊，有的是疑似。印象深的那一段谈了1年半，那时候我160斤，挺胖的。他是个分享欲特别强的人，特别爱分享刷到的各种视频。我不是一个爱刷手机的人，经常一打开手机，几十条分享在那里，我就会一条一条的回复。刚开始都是搞笑视频，半年后变成了帅哥健身视频。算了，看看没事。我要告发我室友，他说你胖。他这是嫌弃我胖吗？如果他喜欢身材好的，为啥要跟我在一起呢？当时有点逆反心理，没有认真减肥。夜深人静，女友发来消息说：“哎呀，我肚子好饿呀。”你的回答是：“那饿了就去餐厅吃饭呀。”后来才意识到，他是想我能给他点个外卖。我觉得经常复盘挺好的，希望在未来的恋爱里。能和另一半每年都做一次年终复盘，想听他坦诚说不开心的地方在哪里，想听他说这一年里在我身上有没有发现新的闪光点，这样可以不断增进了解，保持亲密，挺浪漫。8号，想问一下，你的前女友分享欲很强，会给你发很多的视频什么的，你会觉得这对你来讲是比较有压力的吗？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压力，我相反我会感到开心，因为说明他跟我很有分享欲，我会很仔细的一条一条去读去看。那你会对你的女朋友有一些分享的事情吗？也有，比如说我看到一些美好的风景啊，想要和她一起见识的去看一看，或者说恋爱中的一些仪式感，我也会分享给她。还有就是您现在的工作，会很忙吗？对，很忙。那你要怎么平衡就是你的工作跟你的感情的这个时间呢？这个我觉得我个人是属于事业型的。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女朋友可以理解我的工作，我尽可能的用空余的时间去陪她，然后和她聊天呀，培养感情。刚才张岩举手的。你好，男嘉宾，就是我想请问，就你女朋友给你发几十条这种信息的时候，她有要求过你每条必须要回复吗？她没有，但是我尽可能的去一条一条的看。我感觉这是一种礼貌吧，他，可能满怀欣喜的想要跟你分享的内容，然后你不去看，真的挺令人失望的。但是如果是这种礼貌的话，对你自己是不是也是一种负担？还好吧，没有，我可以看得慢一点，但是我肯定一条一条会去看，然后一条一条的去回复他。我对这个事儿其实是有焦虑的，有的时候你想想，比如说啊。我们台长有的时候给我发2条信息，小视频，有各种类型的。
有些我看完了一时写不出读后感，我就拿着这条信息焦虑很久。你不能随便忽悠一条，说得很浅薄，显得我没水平。我要想一个晚上写不出，我也会很焦虑。我干脆放过他算了。我就不相信我们台长给我发了一条视频，发了个字，他就一定在等着。我想等等看老孟怎么回答，我想看看他怎么说。他不会的，他同时发了7、8个人。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是跟领导的上下级，我给我妈发信息，我妈3天以后才回。我妈给我发的视频，我一条都不看，但不影响母子感情，对不对？那1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你的性格是一个很反骨的人吗？是别人说什么越是说什么，你越不愿意去做的那种？不是这样的，但是我感情经历中，我的前女友提到我胖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够成熟，没有现在成熟，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她是在嫌弃我，可能我比较就是心细了，就这样。最后一个问题，雍莎。男嘉宾你好，我想知道你跟你前女友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呀？首先就是减肥这方面的事情是一个隐患吧。其次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去了不同的城市，然后也是异地恋，然后见面也少了，感觉感情可能有些疏远了。然后等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聊到就是未来的规划。我发现我们2个人好像不太能走到一块儿了，因为他的规划是想要去北上广深这些1线城市，而我需要留在家里去继承这个企业的。现在留灯的是3号、21号。有请3号、21号。男生的心动女生看大屏。12号。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的资料。朱静，理想的他，钟爱的娱乐，我的脾气，你选一个。我想看一下理想的他。理想的男友最好是个情绪稳定，会制造小惊喜，相处起来幽默自信，喜欢社交且性格外向的男生。邵志怡，反差萌，我们会懂得这个瞬间，清醒恋人。我想看一下清醒恋人。就是不爱看视频啊。情感里是拎得清的断舍离，不沉溺花心暧昧，不妥协强势压迫，在磨合中铆定灵魂适配的终极追求，更喜欢成熟稳重的类型。杨新蕊，喜欢同频的你，不一样的老师小甜饼。我选择寻找同频的你。你就是诚心给我难堪。爱玩 cosplay 是因为想要成为自己喜欢的人，希望我可以是灵动的、可爱的、温柔的，也可以是偏执的、悲伤的、嫉妒的。这些形容词构成了1/1000的我。喜欢去漫展，邂逅和我同频的人；喜欢唱歌，偶尔破音后大笑出声；喜欢侍弄鲜花，看花骨朵逐渐绽放；喜欢在休息日打游戏到1点钟，抱着我的小猫在阳台上呆坐一整个下午。希望你和我一样，是一个愿意懒散的待在一起的人。小林，第2轮男生推荐谁？在进入反选的女生中，我为男嘉宾推荐的是21号女生朱静。男生活泼好学，真诚洒脱，感情中善于反思，充满仪式感，
女生阳光开朗，感情中看重体验感，两人都有不服输的个性，是可以共同成长、优势互补的一对。最后一个问题问3个女生。假如说你有一个机会去开一个工厂，你想开一个什么工厂呢？为什么？赶紧想，铝的上下游是什么？21号。我想开一个纸厂，纸，卫生纸的纸。哦，对纸厂。因为我觉得纸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啊，如果开个纸厂就很方便呀。来邵志怡。我想开一个公益工厂，可以为一些残疾人士或者行动不便，或者说山区里的孩子这种，让他们有岗位可以工作，可以上班赚钱。3号。我的话可能是印刷厂吧，因为我其实自己喜欢印点周边什么的。这边生产纸，这边印刷。然后挣着钱了呢，中间这边做公益，这是一条流水线。那如果你可以自由选择开一个厂，你会开什么厂呢？我可能也会做一个比较有公益性的工厂吧，为社会多做贡献。要做最后的决定了，选心动女生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你的决定是。我选心动女生，心动女生。2位女生请回。来，最后争取一下吧。我看到你资料说你喜欢性格稳重一点的男生，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男生。其次，你刚才说你想要开一个工厂，为一些残疾人做一些贡献，我觉得我们2个想法不谋而合。我也很愿意去为残疾人啊这些社会的弱势群体做一些奉献，很愿意去尽自己的一份力。所以说，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再给我一次机会吗？哦，我以为他是来求复合的。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上次错了。确实我们的想法是有些不谋而合的，说明我们都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但是我有听到你刚刚说你跟你前女友分手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要继承你家里的产业。你可能短时间或者长时间都很难去改变你的工作地什么的，但是我可能也和那个女生想法比较一样，我或者会留在我的家乡，或者我也想去更大的城市去待一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可能发展规划暂时不是很一样，所以不好意思。好，谢谢。好。我刚才可能没表达清楚，就是愿意为自己心爱的另一半去舍弃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去更大城市发展。我叫金申科，我来自河南巩义，我喜欢性格开朗活泼的女生。如果你是这样的女生，请联系我。我觉得邵子怡说我想开个鸡鸭加工厂，他肯定说我也觉得我想开个鸡鸭加工厂，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所以邵子怡想开什么厂不重要。我有时候生活中碰到民营企业的这个2代的时候啊，都能感受到他们身上有一种冲突的地方。一方面，他们其实有很好的起点，但另一方面，他其实对自己人生缺乏一种实质上的主导。很多时候，其实对年轻人来说是想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对他们来说，其实那个位置就在那儿了。
他必须成为适合那个位置的人。所以你看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影响到他的感情生活。刚才3个提问的时候，他问的这种完美伴侣啊、理想情感状态，他都下意识的去找一个模子。他得先有一个模子出现在那儿，然后他要证明我适合。所以他问邵志怡的是一样，你想开什么场？哎，巧了，我也想开那个场，而不是一个更有主导性。其实我想开某个场，你愿意吗？有的时候最后一个问题很重要，它牵涉到我怎么选择；有的时候不重要，你们怎么回答我都选择那一个人。就是我说的，邵志怡选什么场，他选什么场，我就正好也想开这个场。所以有的时候的问题是问3个人，有的时候问题就是问那一个人的。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感谢港荣蒸蛋糕特约播出，感谢非诚勿扰官方指定产品银鹭好周到赞助播出。幸福生活，志享未来。下载爱荔枝客户端追更非诚勿扰，还有海量节目内容和丰富互动玩法等你探索。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或者想到现场来参与节目录制的观众，都可以通过下载爱荔枝 APP 搜索非诚勿扰报名，或者发送邮件到非诚勿扰官方邮箱 fcwr@jstv.com 报名参加节目，还可以拨打江苏卫视幸福热线025960088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看节目。欢迎登录荔枝新闻大蓝鲸、新浪新闻、一点资讯、Zucker 360娱乐了解更多资讯。上微博搜索非诚勿扰参与讨论，分享你的恋爱宝典。上 WiFi 万能钥匙，免费流量用不停，陪您看非诚勿扰，连接你我。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